一宇宙最可怕的想象：黑洞突然在你家门口開門。太空本來就不溫柔，輻射、隕石、太陽風，但在所有恐懼清單裡，最能讓人背脊發涼的，往往是那句話：如果黑洞突然出現，把地球吞掉怎麼辦？你不希望它發生，我也不希望。因為一旦那種致命連鎖反應真的開始，黑洞就像一台無法關機的粉碎機，沿路把一切吸進去。城市、海洋、大氣，你我曾經擁有的歷史，全都被抹掉。時間一久，人類會像從宇宙裡被橡皮擦掉一樣，只剩幾台孤零零的探測器，一些太空碎片，還在太陽系裡飄着。聽起來很像電影，對吧？但更刺激的是，2008年，歐洲核子研究組織 CERN 啟動大型強子對撞機 LHC。而且當時確實有人擔心，它可能在地球上制造黑洞。好消息是，你現在還坐在這裡，我也還在這裡，地球沒有被吞掉。但同時，歐洲核子研究組織自己也在公開資料裡提到，在某些理論情境下，強子對撞機可能產生微型黑洞的討論。所以問題就來了，我們只是運氣好嗎？如果科學繼續把能量推到極限，我們到底在冒什麼險？LHC 到底是什麼怪物？27公里地下粒子高速公路，先把它想象成一條埋在地下的巨大圓形跑道，全長約27公里，裡面塞滿了將近10000個磁鐵，約9593個。目標只有一個，把質子束、重離子束加速到接近光速。然後讓它們迎面撞上，加速到什麼程度？大約是光速的99.999999999999。碰撞有多頻繁？以秒計算，能出現極大量的碰撞事件。耗電有多誇張？一年大約600吉瓦時，等於一座10萬人口等級城市的用電量。你會問，花這麼多錢，耗這麼多電，為了什麼？答案其實很純粹。科學家想在微觀尺度上重演宇宙大爆炸後那一瞬間的極端條件。3在碰撞一瞬間偷看宇宙底層 E 等於 mc 平方的舞台秀。當兩束粒子正面相撞，能量會在那一瞬間爆開。按照 E 等於 mc 平方，能量可以轉成质量，於是就可能長出碰撞前根本不存在的重粒子。但這些粒子很任性，它們通常活不到一眨眼，就立刻衰變成更輕的粒子，像煙火一樣散開。強子對撞機周圍的偵測器就像超高速攝影棚，把每一次碰撞噴出的粒子碎片全都記錄下來。科學家再像考古學家一樣，從碎片反推剛剛到底誕生了什麼。這套方法已經讓人類做到一件大事，發現希格斯玻色子，也就是那個和為什麼物質會有質量密切相關的關鍵角色。而且歐洲核子研究組織不只想抓希格斯，他還想追問一堆宇宙級難題：暗物質是什麼？暗能量是什麼？為什麼物質比反物質多？超對稱到底存不存在？一句話，強子對撞機是我們探索宇宙底層規則的頭號工具之一。但是每當你把能量推高，人類就會自然冒出那句話：你們會不会玩過頭？4黑洞恐慌為何會爆？因為理論上它不是完全胡扯。當強子對撞機可能造出黑洞這種說法一出現，媒體瞬間炸鍋，很正常。有人說別鬧了，絕對安全，不然科學家為什麼敢開機？有人甚至提起訴訟想阻止啟動，最後沒成功。也有人乾脆拿世界末日當梗來玩。當然，當年還流行過一些更誇張、更荒謬的說法，更是不讓機會打開通往地獄的入口。這種就真的屬於都市傳說等級，談不上科學。但黑洞本身不一樣，因為在物理學裡，黑洞不是怪談，
它是宇宙真實存在的結構。所以我們要做的不是恐慌，而是算賬。如果要造黑洞，到底需要什麼條件？強子對撞機有沒有那個本事？无黑洞怎麼誕生？你得把質量壓到連時空都撐不住。在自然界，黑洞通常來自大質量恆星死亡、超新星爆發後核心坍縮，那股壓縮力強到可怕，它能把原子壓到不像原子，甚至克服電子之間的排斥，克服中子簡并壓力，直到跨過一個門檻，重力壓倒一切，質量坍縮到近乎起點的狀態，而在起點外圍就形成那條傳說中的界限，事件世界，這末底就回不來，連光都跑不掉，因為時空本身彎到像塌陷的漩渦。重點來了，黑洞不一定要像恆星那麼大，理論上任何大小都可以，只要你能把能量或質量壓縮到足夠小、足夠密的尺度，黑洞就可能形成。自然界通常做不到小尺度超強壓縮，但强子對撞機的特殊之處就在這裡，它把能量集中在極小體積裡，然後讓它們正面硬撞。6TeV 聽起來很大，其實離黑洞門檻還差天文級距。強子對撞機的碰撞能量用 TeV 太電子伏特來量，有人喜歡用一個很生活的比喻 ，1TeV 的量級大致相當於一隻飛行蚊子的動能。你可能會笑，蚊子這也能叫宇宙級工程？但別忘了，重點不是能量有多大，而是能量塞在多小的空間。那是把蚊子的動能塞進一顆質子尺度的概念。強子對撞機早期每數大概 3.5TeV， 總碰撞能量約 7TeV， 後來提升到每數接近 6.8TeV， 總能量約 13.6TeV。未來如果有更大型的对撞機構想，例如未來環形對撞機 FCC， 目標甚至喊到 100TeV 等級。聽起來很猛，對吧？但關鍵一句是，即使 100TeV 也遠遠不夠直接造出黑洞，差得非常遠。有些模型估算，要在真正黑洞生成門檻附近，你可能得接近某種極端尺度，比如與普朗克能量相關的區域。粗略概念就是在那個尺度下，我們熟悉的經典物理開始失效，必須面對量子重力這個我們仍未完全搞懂的怪獸，而那個能量尺度和強子對撞機相比是高出難以想象的巨大倍數。換句話說，用我們已知的標準框架看，強子對撞機不太可能靠硬能量直接打出黑洞。那你又会問，那為什麼歐洲核子研究組織的文件或科普材料裡還會提到可能產生微型黑洞？唯一讓人腦洞打開的例外，如果宇宙不止4個維度，答案藏在一個聽起來像科幻，但確實有人嚴肅研究的想法：額外維度。我們熟悉的世界像是4維：上、下、左、右、埋、後空間，3維再加上時間。但某些理論，例如某些弦理論或額外維度模型猜測，可能還有其他維度，只是它們被捲起來，尺度小到我們看不見。如果額外維度真的存在，它可能改寫重力在微觀尺度的行為，進而把某些能量門檻拉低，低到讓高能粒子碰撞有機會產生非常短命的微型黑洞。注意，這不是以證實，而是假說空間。但它確實是黑洞討論裡最常被拿來提的那扇門。如果那扇門存在，強子對撞機才有理論縫隙可以鑽。好，那麼假設最戲劇化的情境，強子對撞機真的撞出一個微型黑洞，地球會完蛋嗎？為什麼地球幾乎不會出事？微型黑洞通常活不久或吃不到。第一個保護地球的理由是一個幾乎帶點魔幻的物理概念——霍金輻射。1974年，霍金提出黑洞並非永遠不吐東西，
量子效應會讓黑洞像在慢慢漏氣，發出輻射，逐步失去能量與質量。大黑洞漏得很慢，可能慢到比宇宙年齡還長。但黑洞越小，蒸發越快，小到微觀尺度時，甚至可能在極短時間內就像微型爆竹一樣結束。就算我們把最糟糕的能量都灌進一個微型黑洞，用E等於 mc 平方換算一下，那個爆開的能量其實也小得出奇。有人會用比喻說，差不多像一粒極小沙粒以很慢速度運動的動能等級，你甚至可能只能勉強感覺得到，而不是世界末日。第二個保護地球的理由是，就算它不蒸發，它也很難吃到東西。很多人以為黑洞是宇宙吸尘器，什麼都會被吸走，其實不是。事件世界外面，黑洞的引力表現跟一般物體一樣，看質量大小。如果呢，黑洞的質量小到只有幾個质子級別，它的引力弱到你根本不可能被拉過去。而且在微觀尺度，原子其實大部分是空的。你要讓一個中性微型黑洞真的撞上一個粒子並吞掉它，幾率小得離譜。有個很好理解的類比，中微子，每秒鐘有大量中微子穿過你的身體，但它們幾乎不跟原子互動，所以你一輩子被中微子真正撞到的幾率也非常非常低。微型中性黑洞在撞擊幾率這件事上也會面臨類似困境，它太小，互動太弱，命中率太低。9，再補一刀，終極否決，宇宙射線早就替我們做過更狂的實驗。最後還有一個幾乎可以當定心丸的事實，地球的大氣層時時刻刻都在被高能宇宙射線轟炸，某些宇宙射線的能量甚至可以高到不輸人類加速器的碰撞尺度。也就是說，如果高能粒子碰撞会制造可怕的黑洞，吞掉地球，這條鏈真的成立，那地球早就該在自然界的轟炸中出事兒了。但我們還在，地球還在，月球也還在。10，結論，你要湊齊4個不可能同時成立的條件，地球才會被吃掉。所以把整件事講白一點，要讓強子對撞機制造出會毀滅地球的黑洞，你得同時湊齊一串幾乎像宇宙在跟你開玩笑的前提，例如額外維度真的存在，某些蒸發機制完全不成立，黑洞剛好是中性的，還得在地球內部一路撞中粒子，而且還要一路超級幸運的持續長大。這種劇本當然可以寫成災難片，黑洞從地核開始啃，地殼像餅乾一樣裂開，整個世界往腳下的虛空滑落。但以我們現有的物理理解來看，那大概永遠不會發生。科學確實有風險，人類也確實不能用追求知識當免死金牌。但強子對撞機這件事啊，更接近的是你看起來很怕，但真正的風險小到幾乎可以忽略。所以你可以放心，除非哪天真的有人打開什麼通往地獄的大門，這句就留給傳說去講，否則我們不太可能被歐洲核子研究組織的對撞機吞掉。我們更可能被什麼吞掉？被我們自己對未知的恐懼吞掉。而科學做的事兒，就是把恐懼拆開，算清楚，講明白，最後留下真正值得敬畏的，不是黑洞，而是宇宙規則本身。